今天我要跟你分享我的见证。嗨，想象一下，如果我拥有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，完全免费，可以与所有的人分享的东西，但我选择将它留给自己，那会怎么样？那我会成为这样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有必要与你分享我的经历。早期基础，我在瑞士出生。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发生在我2岁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开始跟随耶稣基督，并决定结婚。当然，我很贴切参加他们的婚礼。从那时起，我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中长大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亲眼目睹了上帝如何在困难情况下给予父母希望。我父亲曾经告诉我，他曾经内心焦躁不安。经过1周的禁食后，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上帝的爱。之后，他也对我和我的姐姐怀有深深的爱和耐心。这种耐心被圣经描述为圣灵的果子。它彻底改变了我父亲，使我从未不觉得我父亲是一个没有平安的人。圣经告诉我，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与受到神的圣灵，旧人会消失，你会变成新人，本质上经历今生重生。在悲剧中寻找力量。我也看到了上帝在我母亲生命中的作为，特别是在我妹妹因难产而去世之后。但我看出上帝逐渐治愈她的心，并帮助了她度过那段黑暗时期。1年后，我的弟弟卢卡斯出生了。透过这次经历，我从小就懂得了上帝甚至可以利用悲惨的境遇来让人们更接近了他。这次艰难的经历实际上让我们一家人更加亲密。学生时代与默默的信仰。我在公立学校之前，常常对我的父母的信仰感到羞耻。尽管瑞士历史上信奉基督教，但如今无神论和进化论仍主导着教育体系。有一些老师将演化论当作无可争辩的事实，好像透过科学实验，我们可以知道或是证明我们的星球和所有的生命是如何开始的。他们亲眼目睹了过去，或者人类会在数十亿或是数百万年的时间里，按细菌、鱼类、陆地哺乳动物后肢的顺序随机进化而来。尽管缺乏解释生命起源的证据，但教科书和博物馆却展示了这一点。尽管缺乏证据解释生命的起源，但我总是感觉到一定有一位造物主上帝。生命本身太神奇了，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。然而，瑞士的社会环境导致基督徒遭受潜移默化的破坏，不是暴力，而是嘲讽。
作为回应，我很想坚持自己的信仰。今天我最深的遗憾之一，就是没有与同学和朋友更公开的分享我的信仰。寻找我的创作之路。小时候，我对艺术很有兴趣，图画和照片让我着迷很明显。我的未来在于一些创造性和艺术性的东西。我感觉上帝正在引导我朝着这个想法前进。我报考了艺术院校1年的预备班，幸运的是，我通过了入学考试。那1年过得了非常充实，因为我热爱创作。我相信每个人都具有这种创造能力，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。他是宇宙和所有的生物的创造者。这种创造能力正是我们与动物们很大的差别。后来，我获得了一份多媒体平面与广告设计的实习工作，并搬到了祖母家，以便离我的工作的广告公司更近。个人转变。在这段期间，我感觉到自己的人生需要做出重大的改变，于是决定受洗。虽然我在婴儿时期就在天主教堂接受了洗礼，但我意识到我需要作为一个成年人类自己做出这个决定，因为婴儿无法选择跟随耶稣基督。受洗那天，心情激动不已。我必须在教会面前分享我的见证。我泪流满面，无法完成我准备好的讲稿。我为自己的没有全心全意跟随耶稣基督，并为父母的信仰感到羞耻，而感到深深的悲伤，也因为我对上帝所犯的罪。当我在洗礼期间潜入水下时，我睁开了眼睛，我真的跳了上来，举起双手，大喊耶稣基督，宣告耶稣基督现在是我生命的主。这是一次极其自由的经历，充满了情感和对上帝为我所做的一切的感激。坚定领章。受洗后，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当开始上平面设计学校的时候，我从一开始就向我的同学们明确表明我的信仰。在我们的自我介绍项目中，我制作了一种海报，在海报中心写着“上帝是我生命的中心”。这句话导致我和同学们之间产生了一定的隔阂，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或是误解了其中的讯息。在这段有时感到孤独的时期，我其实更接近上帝。我开始更频繁地阅读圣经，
我发现它让我非常重视，这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。尽管在3年的求学生涯中，我仍然是一个局外人，但这并不困扰我，因为我有基督。我还需要什么呢？复议与早期职业生涯，完成广告设计教育后，我选择社区服务而不是军事服务。我和学习障碍的青少年和有心理障碍的年轻人一起工作。我还将我的设计技能运用在一个机构中，该机构筹集资金，为非洲儿童建造学校，并提供食物、饮用水和教育。在此期间，我还参加了马拉松训练，为同一个组织叫 For Africa 前身为 Jam International 筹集资金。后来我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个广告设计师的工作，但没持续多久。由于我生性安静，在会议上很少发言，这让我的雇主感到很困扰，所以我必须离开这个工作。然后我开始旅行。全球视角，这次职业上的挫折促使我改变了想法。我开始旅行，拓宽了我的瑞士以外的视野。我先是背包旅行，并踏遍去穿越加拿大，透过日常使用，我的英语水平显著提高。我的足迹扩展到西非、北美洲和南美洲、巴西和巴拿马。在巴拿马，我完成了今年使命团的培训。在此期间，我发现了转交工作可以采取的多种形式，你可以使用多媒体、公益品、木工或任何你拥有的才能来提供服务。在墨西哥，我们参加了各种外展计划，包括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、监狱服务，以及除去妇女从红灯区转型到合法就业。此外，我们还为一个名为 Homes of Hope 希望之家的组织制作了一部纪录片。该组织为无法负担适当住房的贫困家庭建造房屋。找到我的使命。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从事儿童施工和掌管孤儿院。仅仅因为我们和他们度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的喜悦和兴奋就深深感动了。我相信孩子们是世界上最宝贵的礼物。那些没有父母的孩子们尤其需要帮养和关怀。那段时间，我强烈感觉到上帝指引我到东亚照顾孤儿。一段时间在瑞士，那时间我也创立了自己的广告设计公司。暑假期间，我在木工工作，然后冬天时期，我在瑞士担任滑雪班教练，在奥地利
担任一个季节滑雪班教练。虽然我非常喜欢担任滑雪班教练，这是我在山上的生活，不过我还是感觉到我需要去另外的地方。我也想到7年以前我在墨西哥拜访一个孤儿院，感觉到上帝让我知道我需要帮助东亚的孤儿，所以那时候我也决定，好吧，我需要离开，我需要前往东亚。东亚之旅。3年后，我和弟弟到日本旅行，是次找出是否有没有办法帮助那里的孤儿。然而，我发现日本政府的严格规定是外国人很难跟孤儿一起工作。我回到瑞士工作并存钱，以便能够继续旅行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后来我前往韩国，希望我可以寻找帮助孤儿的机会。最终我找到了一份教导难民儿童画画的志工机会。那些孩子也经历创伤，只是形式不同。我的旅程最后把我带到了台湾。透过 Couchsurfing 在台北短暂停留后，我得到了上帝的指引，前往东部的宜兰县。在途上，我意外地遇到了我在巴拿马加入的同一组织人员，他们邀请我一起过感恩节，并提议开车送我去台湾东部的台东，这正是我计划去的地方。好棒，真的很大的祝福，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台东。透过这些新的练习，我发现宜兰另一家孤儿院，尽管当时我的国语水平很差，但我可以跟孩子们一起玩耍，进行祖国的交流。我就知道这是我想花很长时间的地方。孤儿院的创始人是美国人，允许我可以用英文沟通。个人成长与目标。在东亚时，我遇到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人。我们因共同的价值观和服务他人的愿景而团结在一起。我们在台湾再一次相遇。在返回瑞士之前，我还去了美国见他的父母。他的支持和合作在这信仰和服务之旅中至关重要。我申请了台湾的奖学金，学习普通话，并意外地获得了奖学金。然而，新冠肺炎疫情 COVID-19
请让我的计划延后1年多。在等待期间，我得以照顾我生病的父亲，并为最终移居台湾存钱。台湾向奖学金得主重新开放边境后，我是第一批获准入境的人之一。对西方人来说，学习普通话是一项挑战，尤其是因为我在学校从来不喜欢语言学习。然而，上帝帮助了我克服了这个障碍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真的是一种奇迹。如今我能用国语沟通。我学习国语主要动机是与台湾人民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，传福音，并更好的支持孤儿。我现在教孤儿艺术、绘画、素描、陶土与手工艺，希望在分享基督和上帝真理的盼望的同时，产生积极的影响。结束。有一些人有可能要知道，为什么有人会离开瑞士，因为瑞士公民居住在国外的情况并不常见，而且瑞士的生活品质很高。我选择台湾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好地方，更主要的是只是一个小部分的台湾人在基督里找到了希望。我在这里的目标是分享超越今生的永恒希望，与神和好的机会。你记得我在开头珍贵的东西吗？那件珍贵到不能独享的东西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找到宽恕、目标和与上帝的永恒关系。这份礼物完全免费，提供给所有人。真心感谢你聆听我的故事。希望你能继续观看我的影片，并在我的经验中获得鼓励。如果你对我分享的内容有任何疑问，请随时让我知道。请你随时在评论中提出。直到下次。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